画剑这本书呢，主要是我20多年来看画的一些感想。我呢选了4个题目，分别叫做女人、大自然、梦和时代。起点是马奈，到大概上一世纪50年代左右，前后大概是100来年的，以画为一个窗口，看的可能是这个我关于审美啊，关于人生的一些想法。因为以前的美都跟善是联系在一起的。马奈最早画的这个草地上的这个午餐和奥林匹亚，在一片草地上突然有一个裸体的女人，她在一些衣冠楚楚的男人和女人之间，不太正经的一个人，她呢突然成为绘画的一个主体了，对于当时整个的审美趣味的一个挑战。当时大家就受不了了，所以就是这个现代美术史就是从这儿开始，可以说。然后再往下一步呢，美就跟恶结合在一起了。图卢兹劳特雷克他画的女人是那种在那个舞场上跳舞的女人，精疲力尽，而且那个样子咱们可以说是很丑。他应该说是在这个美术史上画女人史上一个划时代人物。原来那个美不可靠了，不美可能成为主体。到了这个比亚兹莱，那个女人跟那个恶结合在一起了，他们身上就是有一种像那个毒枝四溅的那么种感觉。那再到了蒙克，我们会发现这个女人成为这个世界上的一个所有的这个灾难的一个来源。好多人有时候去看画，他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障碍，就是说哟，这画的不美。他确实审美观念在变化，就是这个段时候我们这个世界发生的事儿太多了，太大了。像一战，这过去没见过这么多人才卷入一个战争，那就包括他们画的女人的那个状况都有这个呈现。我自己呢最喜欢的其实还是这个绘画里边有一个人生的感触。帕斯金他画的这个女人都是一些妓女那种角色，这人真的是快被生活给压垮了，还努力的在这儿保持着一个小小的那种自我的世界。就是我觉得就是把咱们这个人生里边的有那个状态。我写的这一段历史，这里边呢跟我们看的那古典绘画那些贵妇人不一样。比方说梵高，他最有名的画叫吃土豆的人，那些人女人跟男人没有什么区别，艰难的能吃一顿饭就很不错的人。说实话，女人都是人生，我们看的是一个审美的对象，实际上它是一个人生的体验。时代这部分我想讨论的是在一个画家心目中我们这个时代整体的那个面貌是什么。蒙克那个喊叫大概只有那个米开朗基罗塑造的那个大卫那个形象可以跟他相比。假如把我们这个时代人集中起来概括我们整个精神状况的话，应该就是蒙克这个形象。就是他被这个世界吓坏了，他不知道这个世界下边还要发生什么，这个时代他没法忍受。蒙克是一个经历了1战和2战的人，但是蒙克这个画画的时候这2个战争根本还没有呢，他画的是一个先知的形象。如果说这个画晚100年出现，可能它就没有那么大的意义。就艺术家跟非艺术家他有一个差异，咱们这人表面手表面有一层皮，而艺术家什么人，他是没有这层皮的，他这神经直接露在外边，所以风一吹你觉得冷，他觉得疼。他们是这么一种人。那我们看这个画的时候，我们也得把这层皮剥掉。法国有一个作家叫加缪，他说重要的不是活得最好，而是活得最多。我觉得我就特想做一个活得多的人。读书也是一样，看画也是一样，人现在都特别忙，这个时间得靠自己挤出来。我年轻的时候我在医院上班，
我每天去这路上，我都拿一本书读。最挤的公其实挤时候，我把这书举在车顶上看。等我真的辞职回家了，我看的时候还没以前多呢。就那时候，因为他这时间宝贵，所以他更好，得有点积淀的东西，得有点那不变的那种东西在脑子里边。这些东西不是网上都能轻易获得的，所以我们除了上网之外，还要读书，还要看画。